你是否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你拼命工作，收入却总是不见涨，甚至还要为各种账单发愁？其实问题不在于你不够努力，而在于你的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财富。财富就像一条河流，它只会流向那些为它做好了准备的人，而大多数人却在无意识中建造了一道道堤坝，将财富挡在了门外。今天我们要精读的这本经典财商提升书籍《思考致富》，就是一张拆除这些堤坝的蓝图。作者拿破仑·希尔受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委托，花了20年研究了500多位巨富。他发现，所有财富的积累都源于一种可以被刻意培养的金钱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通过这本书一起学习如何打破贫穷的思维定式，培养一种强大的金钱意识，让财富自然而然地向你涌来。在视频开篇，我们提到，这本书就是一张拆除我们思想中财富堤坝的蓝图。那么，这张蓝图的第一步是什么？它不是让我们更努力地去工作，也不是教我们什么复杂的理财技巧，而是要我们先认识到一个颠覆性的却又无比简单的秘密。这个秘密正是拿破仑·希尔花了20年时间从500多位巨富身上提炼出的成功总纲。这个秘密就是你的思想是你人生的隐形建筑师。你脑海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些想法，正在一砖一瓦地构建着你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你的收入、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都是你内心思想蓝图的最终建成品。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悬，我们来看2个非常现实的日常场景，你就明白了。想象一下第一种人，他每天一睁眼，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愁，今天又要还信用卡了。上班路上，他担心的是公司会不会裁员。午休时和同事聊天，他抱怨的是物价太贵，日子没法过了。晚上回到家，他刷着手机，羡慕地想，为什么别人的生活总是那么精彩？你发现了吗？他一整天的思想都围绕着匮乏、担忧和抱怨，这就是他交给生活的设计蓝图。结果可想而知，他的现实世界也必然充满了账单、不安全感和求而不得的失落。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人，也许他目前的处境和第一种人差不多，但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不同的思想。他每天醒来会想，我今天能在工作中创造什么价值？上班路上，他会听一段关于提升技能的播客。午休时，他会和积极的同事交流，寻找新的机会。晚上回到家，他会花半个小时去构思和规划一个能改变现状的小目标。他的思想始终围绕着成长机会和解决方案，这就是他交给生活的另一份设计蓝图。那么1年之后，这2个人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差别？这就是思考致富的起点。它不是教你什么复杂的投资技巧，而是让你先停下来，看一看自己脑中的那份人生蓝图。因为如果你手里的蓝图本身画的就是一间茅草屋，那你无论多么努力的去搬砖，也永远不可能建成一座摩天大楼。这个原则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书中讲了一个经典案例，完美的诠释了这份思想蓝图的力量有多么惊人。一个叫埃德温·巴恩斯的穷小子，他脑中只有一份无比清晰的蓝图，成为大发明家爱迪生的事业合伙人。注意，不是为他打工，是成为他的伙伴。尽管现实中他一无所有，但他靠着这份强大的内心蓝图，扒火车来到了爱迪生的身边，从一份薪水微薄的杂工做起。在旁人看来，他离梦想遥不可及，但在巴恩斯自己的心里，他早已经把我是爱迪生合伙人这份蓝图刻在了灵魂深处。所以，当一个所有人都认为卖不出去的失败产品出现时，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而他那张合伙人的蓝图让他看到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最终，他靠这个机会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真正实现了他最初那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所以，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就是让你意识到，你拥有改变一切的终极力量，那就是选择自己思想的权利。在你开始学习任何技巧之前，请先做一件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事情，成为自己思想的观察者。从今天起，去留意你每天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你的思想是在为你绘制一张通往财富的藏宝图，还是一张把你困在原地的迷宫地图？当你开始意识到思想的力量，并准备亲手绘制一张全新的通往富裕的人生蓝图时，你自然会问我该如何下第一笔，如何才能把一个模糊的愿望变成一个像鲍恩斯那样强大到足以撼动现实的坚定信念呢？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深入探讨的致富的第一步，如何点燃你欲望的引擎。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脑中的思想就是人生的隐形建筑师，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有意识地去绘制一张全新的通往富裕的人生蓝图呢？
如何才能把一个模糊的愿望变成一个强大到足以撼动现实的坚定信念？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致富的第一步，点燃你欲望的引擎。首先，我们必须把希望和欲望这两个词彻底分开。说实话，我们大多数人的目标都停留在希望的层面。我希望更有钱，我希望生活能好一点。这种希望是无力的，它就像你告诉出租车司机，我想去个好地方，司机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开。而拿破仑·希尔所说的欲望是给司机一个精准无比的地址，它是一种被转化和聚焦了的清晰而炽热的渴望。这份渴望会让你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愿意为此全力以赴。那么，如何才能将一个模糊的希望转化为这样一股清晰而强大的欲望呢？拿破仑·希尔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极其具体、堪称本书第一个实操秘籍的工具，他称之为铸念成金6步法。这6个步骤就像一个目标设定的 GPS， 能帮你锁定你的财富目的地。我们用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来走一遍流程。比如，你的目标是在1年内通过做自媒体副业额外赚取5万元。第一步，明确你想要的金钱数额，不是多赚点钱，而是清晰的5万元。第二步，明确你打算为此付出什么。比如，我愿意每周投入至少10个小时的时间，用来学习、创作和运营我的账号。记住，没有不劳而获这回事。第三步，确定一个明确的截止日期，比如到2026年7月23日之前。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只能叫幻想。第四步，制定一个清晰的计划，并立刻开始行动。比如，第1个月学习定位和平台规则，第2个月发布15条内容，第3个月开始尝试变现。第5步，把以上4点写下来，把它当成一份你与自己签订的神圣的合同。第6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天朗读2次，并在朗读时努力去看见、感觉到并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这笔钱。好了，最关键的问题来了。第6步听起来有点违心，我还没赚到钱，怎么去感觉自己已经拥有了它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恰恰是启动我们内心引擎最核心的燃料——信心。这跟自欺欺人毫无关系，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彩排。一个篮球运动员在罚球前会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篮球空心入网的画面。他不是在希望球能进，他是在通过精神彩排让成功这个结果在他的神经系统里变得无比熟悉。当你每天都花几分钟去想象你收到那5万元时银行发来的短信，去感受那份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时，你就是在进行成功的精神彩排。这个彩排是在给你内心那个强大的自动驾驶系统潜意识注入一个全新的目的地。你的意识可能会怀疑，但你的潜意识只对你注入的充满情感的画面和感觉做出反应。书中那个电弧家的小女孩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去向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要5毛钱，男人粗暴地拒绝了她，但她没有退缩，而是用尽全身力气，带着不容置疑的信念尖声喊道：“你必须给我妈妈5毛钱。”那一刻，她不是在希望得到，而是在宣告一个她内心早已认定的事实。结果，那个男人被他身上那股纯粹而强大的信念力量震慑住了，乖乖地掏出了钱。他没有复杂的计划，他只有一份和欲望完美融合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他不是在请求，而是在宣告一个事实。这种强大的思想状态甚至能直接影响到他人的行为。他完成了一次最纯粹、最强大的自我暗示，并让现实为之屈服。所以，致富的第一步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潜意识编程师。你要清醒地认识到，你的潜意识是一套无比强大的自动驾驶系统，你必须停止向它输入混乱和怀疑的指令。你要通过自我暗示这个工具，将你对财富的渴望混合着强烈的积极的情感，像一行行清晰的代码一样持续地输入进去。好了，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内在的准备工作。我们点燃了欲望的引擎，并且学会了如何给我们的潜意识编程。可以说，我们的心法已经练好了。但光有心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行走江湖的兵器。一个空有致富之心的人，如果缺乏实际的工具和能力，也终究只是空想家。那么，要建立我们的财富帝国，到底需要装备哪些最核心的武器呢？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探讨的致富的第3步：如何打造你的武器库。好了，内在的财富心法已经就绪，但这还不够。一个只有想法却没有武器的战士，终究是空想家。那么，我们该如何打造在现实世界拼杀的兵器库呢？致富的第3步就是要为我们装备上2件最强大的武器：专业知识与想象力。我们先来看第1件武器：专业知识。
一听到专业知识，很多人可能立刻就泄气了。他们会想，我学历不高，上的大学也很普通，或者我学的专业现在根本用不上，早就还给老师了。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拿破仑·希尔所说的专业知识，根本不是指那一纸文凭，而是指在你选定的领域能够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特定知识。这本书颠覆了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观念：知识就是力量。作者认为，知识本身仅仅是潜在的力量，只有当你能将它组织起来，应用到具体的行动中去时，它才会真正变成创造财富的力量。书里讲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例子，不是什么大富豪，而是一个普通的杂货店店员。这位店员失业了，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去参加了一个会计专业课程的培训，掌握了最新的簿记知识。这就是在主动获取专业知识。学成之后，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他买了一辆小货车，把它改装成一个移动会计办公室。然后他开始为那些雇不起全职会计的小商铺提供每个月只收一点点费用的记账服务。这个想法大受欢迎，很快他的车队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好。他最终缴纳的所得税是他当年当店员时老板付给他工资的10倍。你看，他没有名校背景，也没有启动资金，但他通过主动学习一项能解决他人痛点的专业技能，并用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应用它，最终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今天这个时代，获取专业知识的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网络公开课、专业培训班、图书馆，甚至是你身边比你更专业的朋友。成功的人永远都在持续的学习和他们目标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失败的人往往认为毕业之后学习就结束了。好，现在你有了专业知识这把锋利的矛，但光有这个还不够，你还需要第二件武器——想象力。一提到想象力，我们可能又会觉得那是天才和艺术家的专利，跟我们普通人没关系。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拿破仑·希尔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财富和创新都不是源于那种天才式的凭空冒出来的创造性想象力，而是源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综合想象力。什么是综合想象力？它就像玩乐高积木，你不需要自己去发明新的积木块，你只需要把那些已经存在的、人人都看得到的积木块，用一种前人没有想过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我们来看一个书里极其简单的例子。一位出版商发现他仓库里有一本书，怎么也卖不出去。书名很平庸，封面设计也很乏味。他怎么办呢？他没有去请作者重写一遍，那太复杂了。他只是运用了一点点想象力，他把这本书原来的封面撕掉，换上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新书名和新封面。书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改，结果这本新书的销量瞬间突破了100万册。这就是普通人可以运用的想象力。它不是发明创造，而是重新组合和重新定义。你环顾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人把咖啡店已有的东西和社交空间已有的需求结合，创造出了星巴克；有人把超市已有的模式和办公用品已有的商品结合，创造出了史泰博。他们都不是发明了什么全新的东西，他们只是看到了不同事物之间别人没有看到的连接点。所以，致富的第3步就是为我们自己打造一个强大的武器库。首先，通过持续学习，为自己打造一把专业知识的利矛，让自己成为某个细分领域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然后，永远保持一颗开放的好奇心，启动你的想象，不断地问自己：我能不能把我掌握的这个技能和另外一个已有的东西结合起来，去创造一点点新的价值？当你的专业知识和你的想象力这2件武器在你手中完美结合时，你就拥有了在任何行业里开疆拓土的底气。到这里，我们的内在心态和外在武器都已齐备，但是，一堆顶级的建筑材料和一张完美的建筑蓝图是无法自动建成一座大厦的。我们还需要一份详细的施工方案和一支高效的施工团队。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深入探讨的致富的第4步：如何绘制你的财富藏宝图。到这里，我们已经拥有了专业知识和想象力这2件神兵利器，但光有武器和蓝图，财富大厦不会自动建成。致富的第4步就是绘制我们的施工方案，制定周密的计划，并组建我们的施工团队，也就是集结一支强大的智囊团。我们先来说说周密计划。一听到周密计划，很多人可能立刻就头大了，仿佛要写一份100页的商业计划书。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个计划的开端，就是你把之前学到的铸念成金6步法，也就是你的目标、代价、日期等等，清晰地写下来。
他不需要完美，他只需要一个开始。这里有一个能让所有人如释重负的秘密：你的第一个计划几乎注定会失败，这很正常。拿破仑·希尔告诉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会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是在第一个计划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放弃了整个目标。但成功者是怎么做的呢？如果第一个计划失败了，他们会立刻换一个新计划；如果新计划也失败了，就再换一个，一直换下去，直到找到那个可行的计划为止。你可以把你的计划想象成我们现在手机里的导航地图，你输入了你的财富目的地，导航会给你规划出一条最佳路线。但开在路上，你可能会发现前方堵车了，或者这条路正在施工，根本走不通。这时候你会怎么做？你绝对不会立刻掉头回家，放弃去那个目的地，对吧？你会做的是让导航重新规划路线。你的致富计划也是一样，它不是一块刻在石头上的死板律法，而是一个可以随时调整、不断迭代的动态导航。计划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完美，而在于它给了你一个清晰的行动起点，以及一个在遇到困难时可以用来调整和优化的参照物。好了，现在你有了动态导航图，但你很快会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开车太孤单了，也太累了。遇到岔路口没人商量，开夜车的时候想打瞌睡，也没人提醒。你需要同伴，这就引出了本书中一个威力无比的概念——智囊团。智囊团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像是亿万富翁的专属智囊团，但实际上它的本质非常朴素，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立刻应用的力量倍增器。我们都深有体会，单打独斗实在太难了。遇到问题，一个人钻牛角尖，想要放弃的时候，身边连个给你打气的人都没有。而智囊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存在的。作者给他的定义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两个或更多的人在和谐的精神下，将各自的知识与努力协调起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你根本不需要去组建一个什么董事会，你的智囊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和你一样渴望改变、渴望成功的人。我们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你想通过学习视频剪辑来接单赚钱，你可以找到一个身边同样在努力的朋友，他可能是在学编程，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你们两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最简单的智囊团。你们可以定一个规则，每周日晚上通10分钟电话，只聊3个问题：一、我这周为了我的目标做了什么；二、我遇到了什么困难；三、我下周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每周10分钟，就是智囊团威力的体现。首先，你们互相监督，摧毁了拖延和懒惰。其次，你们可以互相提供不同的视角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你想放弃的时候，有另一个人告诉你，再坚持一下，你一定行。这种精神上的支持是千金难买的。这个小小的2人组就是一个最基本但却无比强大的智囊团。当然，组建智囊团也有几个原则。你们的目标可以不同，但你们追求成功的心必须是一致的。你们必须在完全和谐、互相信任的氛围下进行交流，并且你们必须都能从这个联盟中获益。所以，致富的第4步就是将你的梦想真正的落实到一个项目中。首先，为这个项目创建一份可以随时调整的动态计划，作为你的导航图。其次，你必须告别单打独斗，去寻找至少一个能与你同行的伙伴，组建起你自己的智囊团，作为你的后援团。现在藏宝图已经绘好，寻宝的船员也已集结，我们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这艘船要远航，还需要一位优秀的船长。这位船长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核心品质，才能带领团队乘风破浪，穿越现实世界中的重重险阻，最终到达财富的彼岸呢？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探讨的致富的第5步：成功者的性格密码。现在藏宝图已经绘好，船队也已集结，但这艘船能否到达彼岸，关键在于船长本人。致富的第5步就是为这位船长植入2个核心的性格密码：果断的决策与钢铁般的毅力。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品质：果断决策。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总感觉生活在原地打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上演选择困难症。拿破仑·希尔通过对25000多个失败案例的分析发现，失败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优柔寡断。这个词我们都熟悉，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有多么致命。书中说，优柔寡断是恐惧的幼苗。
当你迟迟无法决定是否要开启一个副业，是否要学习一门新技能，甚至是否要打出一个重要的销售电话时，你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心田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这颗种子很快就会长出焦虑的藤蔓，最终结出失败的苦果。与之相反，所有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他们做决定非常迅速，并且一旦做出决定，就很少轻易改变。我们来看一个很现实的场景：你想做一个副业，比如开个网店，你花了3个月研究该卖什么，又花了2个月去比较各个平台的优劣，结果半年过去了，你的店铺还只是一个存在于脑海中的想法。而你身边另一个朋友可能想的没你那么周全，但他上个月有了想法，这个月就注册了店铺，把第一件商品上架了。他一边卖一边根据反馈去调整。1年之后，你觉得谁更有可能把这个副业做起来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成功者之所以能快速决策，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聪明，能预知未来，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理解，一个60分的行动永远胜过一个100分的空想。书中还特别提到，做决定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身边亲友善意的意见。你想辞职创业，他们说风险太大了，还是稳定点好。你想学个新技能，他们说你都多大了，还折腾什么？这些意见就像一个个沉重的锚，在你每次想要扬帆起航的时候，都把你牢牢地锁在原地。一个真正的决策者必须学会拥有自己的主见，尊重他们的关心，但最终你的船必须由你自己来掌舵。好了，现在你已经像一个船长一样果断地确定了航行的方向，但接下来你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大海上的狂风暴雨。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2个品质——钢铁般的毅力。如果说决策是指明方向的罗盘，那么毅力就是驱动航船穿越风暴的强大引擎。它不是让你傻傻的硬撑，而是教你一种面对挫折的智慧。书中那个著名的淘金者达比的故事，就是对缺乏毅力最惨痛的诠释。他和叔叔在距离巨额金矿只有不到1米的地方选择了放弃。为什么？因为当他们遇到矿脉消失这个巨大困难时，就直接放弃了整个目标。但后来，达比从这次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转行做保险，并成为了顶级的销售员。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他学会了毅力的精髓。客户拒绝我一次，不代表我要签下这一单这个目标失败了，它只代表我这一次的沟通计划失败了。我会换个方式，明天再来一次。再拒绝我，再换个新计划。他把每一次小小的失败都看作是一次计划的迭代，而不是目标的终结。这就是毅力的真相。它是一种持续更换失败的计划，但绝不更换最终目标的能力。那么，这种钢铁般的毅力该如何培养呢？拿破仑·希尔同样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精神健身4步法，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练习来锻炼你的毅力肌肉。第一，一个有强烈欲望支撑的明确目标，这是你的动力源泉。你必须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为什么必须强大到足以让你愿意克服一切困难。第二，一个明确的计划并付诸于持续的行动，这是你的行动路径。光想不做，毅力无从谈起。第三，一颗不受消极影响的大脑，这是你的防护盾。你要有意识地屏蔽掉那些怀疑、打击你的声音，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内心。第四，一个友好的同盟，也就是你的智囊团，他们是你的后援团，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给你鼓励和支持。所以致富的第5步就是为我们自己这位即将远航的船长植入果断决策和钢铁般的毅力这2个核心的性格密码。到这里，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越来越完善了，我们似乎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所有要素。但你是否想过，在那些伟大的成功者身上，似乎还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 X 因素？那是一种能让他们散发出个人魅力、吸引无数追随者的内在火焰，是一种能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获得天才般灵感的神秘力量。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驾驭它呢？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将要探索的更高阶的秘密。通过上一部分，我们已经掌握了决策和毅力这2个成功者的核心密码，但这还只是高手，离大师还有一步之遥。那一步就是一种能吸引追随者的个人魅力和能获得灵感的第6感。致富的第6步就是教我们引爆自己的小宇宙，去驾驭这2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首先，我们来解密第1个力量——个人魅力。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一走进房间，好像整个房间都亮了。他说话的时候，你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听下去，感觉特别有说服力。
他提出的想法哪怕有点天马行空，你也觉得好像可以试试。这种人我们就说他有魅力或气场。这种魅力到底是什么？拿破仑·希尔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答案，它是一种被转化和升华了的生命热情。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蕴藏着一股最原始、最强大的生命能量，而绝大多数人都任由这股能量被消耗在一些琐碎的欲望和冲动上。但成功者懂得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将这股最强大的能量转化，并引导到他们的事业和目标中去。当这股能量被成功转化后，它就会变成你身上散发出的热情、你的创造力、你的个人魅力。这就好比同样是水，平时它只是用来解渴，但一旦你把它引导到水力发电机里，它就能点亮一座城市。我们来看两个非常具体的场景。想象一个销售员，他不是在机械地给你介绍产品参数，而是两眼放光地跟你分享这个产品是如何解决了他的某个难题，让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那一刻，你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产品信息了，而是他那份无法抗拒的热情。你很可能最终买单，不是因为产品本身，而是因为你被他那股能量感染了。再想象一个创业者在向你描述他的项目时，他不是在背诵商业计划书，而是在描绘一个他自己都为之疯狂的未来。他的每一个用词，每一个手势都充满了激情和信念，你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甚至想要加入他。这就是个人魅力的真相，它不是什么天生的特异功能，而是一种可以后天修炼的能力。它的起点就是你对自己那个明确的目标抱有真正炽热的、不可动摇的激情。当你真的热爱你所做的事情时，那股能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内向外散发出来，变成你的魅力，吸引着支持你的人和资源向你靠拢。好，驾驭了热情，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也是更神奇的力量——第六感。一提到第六感，我们总觉得很玄，但作者告诉我们，它不是迷信，而是你将前面所有原则融会贯通之后，自然会获得的一种高级直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怎么也想不通，然后你去洗了个澡或者散了个步，完全不去想它了，突然之间，答案砰的一声就自己冒了出来。这个砰的一声就是第六感的雏形。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一点也不神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的潜意识。这个后台自动运行系统在完成了计算之后，向你这个前台发送了结果。当你通过欲望、信心、专业知识、周密计划、智囊团、决策和毅力，把关于你目标的所有信息和情感都输入给了你的潜意识之后，它就在后台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着海量的运算和组合。当你放松下来，不再用你的意识去干扰它的时候，它运算出的那个最佳结果就会以灵感或直觉的形式展现在你的脑海中。拿破仑·希尔本人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训练自己第六感的方法，他将其称为幕后顾问会议。他会在自己的想象中定期与他最崇拜的9位伟人，比如爱迪生、林肯等人开会。他会把自己的难题抛出来，然后想象这些大师会从各自的角度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这当然不是在通灵，而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心理训练法。他通过深度的角色扮演，强迫你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定式。当你努力用爱迪生的视角去思考一个发明问题时，你实际上就是在激活自己大脑中平时用不到的区域，从而激发出全新的创意。所以，致富的第6步就是教我们成为一个能量大师。首先，你要学会将你内在最强大的生命热情提纯，并转化为外在的个人魅力，去吸引和影响他人。其次，通过对所有成功原则的刻苦实践，将你的大脑打磨成一个敏锐的接收器，学会去捕捉和信任那些稍纵即逝的天才般的直觉和灵感。好了，到这里，我们已经学完了从一个想法到最终收获财富的几乎全部创造过程。可以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全套的屠龙之术。但为什么现实中依然有那么多人手握屠龙刀，却始终无法斩杀贫穷这条恶龙呢？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潜藏着一个最强大、最狡猾的终极敌人，它才是阻碍了99%的人走向成功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个敌人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彻底战胜它？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面对的终极挑战。上一部分我们聊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潜藏着一个最强大、最狡猾的终极敌人，它才是阻碍了99%的人走向成功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个敌人就是恐惧。在你运用本书任何一个积极原则之前，你必须先清理掉你内心的3个恶霸，它们分别是优柔寡断、疑惑多虑和恐惧担忧。
这3个家伙是形影不离的3兄弟，优柔寡断是恐惧的种子，它一旦种下，很快就会长出疑惑的藤蔓，最终结出失败的苦果。现在我们就要直面恐惧本身，将它连根拔起。拿破仑·希尔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恐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6种基本形态，他称之为6种恐惧心理。它们就像潜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6个幽灵，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拖垮我们。这6种恐惧分别是对贫穷的恐惧、对批评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失去爱的恐惧、对年老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现在我们重点来剖析其中最普遍也最具破坏力的2个，对贫穷的恐惧和对批评的恐惧。首先是对贫穷的恐惧，这绝不仅仅是指害怕流落街头。对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恐惧其实就是那个在你脑中不断循环播放的万一失败了怎么办的魔咒。就是这个魔咒让你不敢去开启那个早就想好的副业，因为你怕亏掉那点本金。就是这个魔咒让你不敢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因为你怕被拒绝甚至被解雇。也正是这个魔咒让我们无数人宁愿待在一个自己讨厌但稳定的工作里，耗尽生命，也不敢迈出追求梦想的那一步。这种恐惧会彻底麻痹你的理智，扼杀你的想象力，让你变得过度谨慎，凡事拖延，最终让你安于现状，接受平庸。其次是对批评的恐惧。如果说对贫穷的恐惧扼杀的是我们的行动，那么对批评的恐惧扼杀的就是我们的想法。这是那个别人会怎么看我的陷阱。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精神内耗。你有了一个绝佳的视频创意，但你不敢拍，因为你怕同学笑话你。你有了一个很棒的商业点子，但你不敢说，因为你怕朋友说你不切实际。你甚至不敢在会议上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因为你怕同事和领导觉得你爱出风头。你问问自己，有多少伟大的想法还没有来得及走出你的大脑，就已经被这个害怕别人怎么看的念头给活活掐死了。这种恐惧会剥夺你的积极主动性，限制你的个性，让你变得畏首畏尾，最终沦为一个不敢表达自己的透明人。好了，我们已经识别出了这2个最强大的敌人，那么我们该如何战胜他们呢？拿破仑·希尔给出的终极武器其实无比简单，但又无比强大。他告诉我们，恐惧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状态，仅此而已。既然它只是一种思想状态，而我们人类唯一能完全控制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么答案就已经不言而喻了。战胜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有意识地、主动地用一种更强大的、积极的思想状态去占据你的大脑。你不需要去和恐惧搏斗，因为你越是关注它，它的力量就越强。你要做的是替换它。你的大脑就像一间房间，它无法同时被光明和黑暗填满。你要做的不是去驱赶黑暗，而是去打开那盏灯。那盏灯是什么？就是你那个有强烈欲望支撑的明确目标。战胜恐惧就是一场争夺你大脑注意力的战争。每天早晨醒来，你不要让你的大脑自动去想那些让你焦虑的账单，或者昨天别人对你的评价。你要有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是强制性的，把它引向你写下来的那个财富宣言。用5分钟的时间去想象和感受你实现目标后的那份喜悦。你这是在主动的用对财富的渴望去挤占对贫穷的恐惧所占据的思维空间。你不是在消除消极，你只是在用更强大的积极去覆盖它。这就是我们整个思考致富旅程的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本书给你的不是一张彩票，而是一把能打开你内心宝库的金钥匙。你一生的事业就是要取得成功，而成功的定义不仅仅是金钱，更是平和的心态，是生活的富足，最终是幸福本身。这一切都源于你的思想。你能控制你的思想，你就能主宰你的命运。现在这把钥匙已经交到了你的手中。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本书再见。